很讽刺的部分，对照是之前美国当然那时候也有说过，也有一些中国有毒的邮件到美国造成美国的一些染疫的问题彼此还在针对这些科学上的可行不可行的部分还做一些辩证如今大家看到中国又为这样的事情又提出了这样子一个论调，一个阴谋论觉得是西方社会要加害中国，这到底怎么回事？老师您怎么看呢？我们都记得2020年武汉疫情告一个段落之后，中共他立刻就宣布说成功战胜了疫情。似乎外国的病毒不断的变异，流播不断，但唯独原生于武汉的病毒，在中国呢却乖乖的臣服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之下了。然而病毒事实上并不接受中共的领导，它一而再再而三在中国各地冒出来，不断打着中共的脸。那为了维持成功战胜疫情的这个神话呢，中共就造就了一种把新冠病毒还有它的变种归咎于国外输入的模式。那每个地方只要一出现感染者，马上就找出一个所谓的国外来人，说这一次的国内感染是因为某国外来的人身上有病毒传染给国内的人了。那么另外一个类似的说法是呢，把国内出现疫情归咎于国外进口的食物或者邮件。那总之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英明，一切都是外国病毒在中国作怪。那其实2020年6月的时候，北京爆发疫情，当局就已经把疫情的传染源说成是进口的三文鱼。那当时中共当局声称说，在北京一个叫新发地市场，在那里在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上检测到病毒了，因此全市的超商必须下架进口三文鱼。还说呢，这个传染源来自于欧洲。那么当时国外也出现了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通过商品出口把病毒传播到全世界了。那这个说法呢，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既然中共把进口食品说成是病毒来源，那么2019年的全球疫情又是从武汉起头的，那么中国公司大量的出口产品，特别是通过美国的 Amazon 还有 eBay 这些邮购网做生意的大量的中国的电商每天都从深圳等地给国外的邮购的客户大批量的寄出包裹，那不也是都成了传播病毒的罪魁祸首吗？那么中共说疫情的传染源是进口货物这一枪其实扎回到中共自己身上了。正因为如此呢，为了挽回中共的形象，中共有一个官网叫中国网，在2020年3月21号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说是中国出口产品上有新冠病毒吗？这种说法缺乏科学常识。但是这种解释还是扎到了中共自己，因为出口货物上病毒很难存活，这中共的解释，那进口商品或者邮件上病毒就能存活了。这是一个病毒进口谎言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那不管中共前年的自我辩护怎么样的自相矛盾，言犹在耳。由于最近这一波疫情爆发和传播的既快又广，中共病急乱投医，又再度捡起了病毒进口这个谎言。然后中国的国家邮政局安全监督管理司1月16号发出一个通知，要求切实筑牢国际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屏障，严防境外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那么这样就给这个各地的政府，因为找不到本地的病毒源头在头痛，那么这个通知呢一下子给了一个机会，所以好几个城市政府心领神会，第二天就不约而同的发现了境外邮件传入病毒。1月17号，北京市防疫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就说，不排除经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因为最近北京的确有病例曾收发过国际邮件，那么这个邮件检验出阳性了，所以建议北京市民尽量减少购买境外商品。而北京市邮局的副局长廖林竹
还在这次发布会上要求北京市邮政管理部门要重点防控国际国内的进京邮件快递，做到科学防控。而同一天，深圳市卫健委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有一名病例的患者接触并且分拆了来自北美的快递，因此感染了。然后深圳市卫健委的巡视员林汉成说，不排除本起疫情是由暴露于境外输入的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可能性。然后也是同一天，在珠海市卫生官员就说，这个是疫情早期发病的个案，是从事某个企业的客服工作，经常接触境外入境物品，研判本次疫情不排除有暴露于污染物境物品导致。那么这种由北京、深圳、珠海在同一天不约而同的说法，暴露出来这种说法的来源和上层的受益有关。但是呢，中共的愚蠢也就因此又一次暴露出来了。那如果外国邮局是病毒来源，为什么这个病毒只进口中国内地呀？这个香港大学有一位生物医学教授叫金东彦，他在 BBC 的采访当中分析，他说香港接收的国际邮件比中国多数城市加起来都多，但目前并没有发生通过邮件感染的病案例，因此呢是不需要对国际邮件过分担心的。所以我分析中国这个国家邮政局关于它这个旧谣新言，它是建立在下面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那就是凡是到中国去的病毒都懂英文，因为他们能够在外国邮局里到处乱窜，专门寻找收件地址上写着中国的邮件，然后就选择这些寄到中国的邮件就扎根在这些邮件上，在途中呢要苦熬好多天，一直到国际邮件到达中国了，这些病毒才从邮件上跳下来往中国人身上钻。那么前面提到刚才那个国内的官网中国网呢，2020年3月21号的文章其实已经驳斥了病毒进口的谎言。但如今中共为了营造病毒来自国外这个社会氛围呢，又不得不捡起了病毒进口的谎言再用。当然中共也知道，还得把中国网的这篇文章就前年这篇文章从国内网站上删除。但是呢，互联网时代想删文很彻底也难，于是这篇文章还是被抓住了尾巴，留下了截图。那我在这里呢，就用中国网去年那篇文章，前年那篇文章提供的说法，来看看今年中国国家邮政局的旧谣新言荒谬在哪里。那篇文章开篇就说，对疫情有恐惧心理是人之常情，但把对病毒的恐惧衍射到产品上，就有一些想当然的味道。产品上会附着新冠病毒，这个说法乍一听很吓人，但仔细思考就觉得很滑稽。无论是从微生物学还是传染病学的角度来说的话，都站不住脚。那这篇文章说呢，认为病毒在物体上存活既没有科学根据，也背离事实。因为新冠病毒呢是所谓的单株 RNA 病毒，就是核糖核酸病毒，它只能寄生于宿主体内才能存活，它们留存于物体上并具有活力和感染性的时间很短，哪怕在这个产品上沾有病毒，这些产品到达其他国家以后，病毒也早就死翘翘了。这篇文章还解释说，进口产品到达后需要当地的工人卸货上架，如果当地人员有隐性感染者，就可能会让病毒附着在产品上。但这个不是进口产品的问题了，是当地的疫情的严重程度和防控措施的问题。那么所有国家的产品到达进口国以后，都有机会让产品沾上病毒，从而成为传染源。上面我讲的这一段全都是中共前年文章批驳病毒进口的。那这些话说得很明白，把当中的逻辑如从产品移用到邮件上，意思就是如果国际邮件上被检测出病毒，应该不是邮件原发地带来的，因为病毒活不了多久，更大可能是在邮件接收地被邮件处理人员沾染上的。那换句话说就是，国际邮件是进口的，
但是上面沾染的病毒还是中国国产的。那么按照中国网的这篇辟谣文章啊，2年前的文章，那中国这个国家邮政总局要求严防境外疫情通过寄递渠道输入，不就是中国网那篇文章讲的背离事实站不住脚吗？那当然了，中共的宣传当中背离事实站不住脚的事情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中共它不靠事实来说服民众，而是靠管控媒体、封锁网络舆论、恐吓禁言来维持它的谎言。那么为什么国际邮件上就算带了病毒，它也不至于感染外国的收件人呢？原因在于病毒通过物体传染有一个窗口期，它最长10分钟。《华尔街日报》1月17号有一篇报道，它援引了伦敦的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新型传染病教授，叫做 Martin Hibberd， 引用他的看法，这 Hibberd 教授认为啊，病毒通过表面传播的证据非常小，而且它不在那个10分钟的窗口内，而是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这似乎不太可能。那么这位专家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关键，就是病毒通过物体传播的窗口期是10分钟，以后沾染在物体上的病毒会活性下降，传染能力就很弱了。是几天以后或者10几天以后才到达的国际邮件呢，它表面上存在着活力十足的这种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这个观点呢，其实也正是中共官媒前年3月21号文章表达的观点。那么1月18号 BBC 还发表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北京、深圳等疑似国际邮件接触感染，专家称概率非常低。那 BBC 采访的香港大学生物医学教授金东彦表示，如果纸张上检测到的阳性结果只属于死去的病毒，那对确认传播源头来说并没有实际意义。那即使纸张上存在活体病毒，也不能单凭这个证据就判断病毒是通过纸张传染的。那么如果确诊人士已经发病，也有可能是他污染到了纸张或者物件，那通过接触表面造成感染的概率是1/10，这种形式的传播造成的风险不是很大。那由于接触到的病毒量很低，一般只会造成轻微症状或者无症状，并且不太可能造成聚集性感染。下面更有趣，等到国际媒体揭穿了国际邮件传播病毒这个谎言以后啊，中共他又不得不改口了。1月22号，中国国家卫健委出面表示说，这种说法根据不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国家卫健委又打了国家邮政局和北京、深圳、珠海市政府一个耳光。那么在防御过程中啊，这中共这种专制政权反复一骗再骗的手法，我曾经请教了懂台语的人，学来一句话，我学一下啊，快龙阿脆。我感觉这句话还有描绘的这个还有点像，延伸到两岸关系上，中共大概也是一个快龙阿脆。